点上印上50块钱一了，同学们啊，你们应该健康的活着。把这5个市民敢死队劝走了之后，我们4个人就回到绝食帐篷里继续商量。方案决定之后，我们开始行动。先是找到柴玲和李璐，劝他们尽快组织学生撤离。出乎意料，没费什么力气就把他们说服了。我当时心想，老天爷，你们早干什么去了？接着我们去纪念碑底层，那儿有一个学生广播站，准备发表动员撤离的讲话。我刚说了没2句，居然广播器材坏了。2个学生满头大汗在那儿紧急修理，我坐着没事干，就把手提袋里头有一顶钢盔拿出来看，那是一个学生送给我，让我留作纪念的，说是他缴获的战利品。在广播站雪亮的电灯光下边，我看了正面又看里面，好家伙，里面满都是湿乎乎的雪，我简直恶心的要吐，一甩手就把钢盔给扔到了松树墙里头。当时我也没多想，后来我觉得这很可能就是被市民用砖头给砸了。正在这时候，一群市民忽然冲过来，在那个广播站外边，被这个学生纠察队给拦住了，大喊大叫，说是哪个龟孙子说要撤，出来，谁撤就揍死谁。也不知道他们怎么听见了风声，我站起身来想出去跟他们解释，学生们一把拉住我说：“快走，纪念碑上还有个广播站。”于是我们赶快从人缝里钻出来，跑上纪念碑，到了纪念碑上层平台东南角那个广播站。我只见封从德正拿着话筒，不紧不慢，没完没了，再念一篇什么不相干的广播站，跟没事人一样，对我们不理不睬。我当时心想，你可真沉得住气，真是个人物，大人物啊！我在一边按捺着性子，等着他结束表演。我觉得足足等了有18个钟头，他才起身谢幕。我立刻抢过话筒，开始喊话。我说：“亲爱的同学们，北京市民和各界同胞们，我是四通公司的周舵。刚才我们参加绝食的4个人和学生组织的领导成员开了一个紧急会议，我们一致决定马上组织和平撤离。面对武装到牙齿的正规军，抵抗是毫无意义的。血已经流得够多了，不能再流更多的血了。在这里的全都是中国的精英，是民族的宝贵财富。我们多保留一个人，多保存一滴血，中国的民主事业就多一分希望。我们强烈呼吁各校同学马上组织撤退，放下手里的石头、棍棒等等一切不成其为武器的武器，坚持非暴力，打不还手，骂不还口。我还向戒严部队喊：广场周围的解放军官兵们，你们不是人民的子弟兵吗？这里都是学生和手无寸铁的平民，我们强烈要求你们马上停止屠杀手无寸铁的群众，停止自相残杀。我们正在动员同学们和平撤离，请你们配合，派代表来谈判，我们也会派代表去和你们谈判撤退。我反复喊了2遍。接着刘晓波、侯德健和高鑫也都讲了话。我听见下边一片呼喊反对的声音。反对意见最强烈的是纪念碑西南角上的人群，后来听说那里头大部分是市民。讲完话，我去周围转了一圈，收集了一堆棍棒，让学生看好。我刚想和侯德健动身去找部队谈判，侯德健忽然想到，是不是应该带上一个学生头头更好一点？
我们商量了一下，就让一个学生赶快去找柴玲和李璐。等了好半天，他跑回来说李璐找不着。Li Lu, 23 years old at the time of the uprising, was deputy commander at the student headquarters. Later, in the summer of 1989, he was named as one of the most wanted students by the Chinese government. He escaped China with the help of smugglers, went to France, and then came to New York, learned English, and is completing graduate degrees in business and law at Columbia University. Ultimately, he would like to return to China and help write a Chinese constitution. Michael Eptid's recent documentary, Moving the Mountain, is based on his story, and we are very pleased to have him here. Welcome. Thank you. It's great to have you. There was an incredible story of you over the weekend, I think maybe Saturday's New York Times, that told this story. When do you think you will go back? Well, that's a big question. Assuming that Deng Xiaoping is going to leave this year, which I think it is a credible assumption. Assumption is that he will die in 1995. That's right. And then there will be a period of about 2 years when different fractions are going to really fight very hard, and that fight gradually is going to go to public. And in that fight, of course, the central key battleground is who's going to emerge to reverse the verdict on June 4th, when and how. That will be the first key battleground. And the resolution of that issue, and of course, has a lot to do with when and how, in which capacity they would return to China. But regardless the result of that battle, I think they'll be able to return in a different capacity in a few years. But whether I will be able to return and continue to do what I would like to do, that is an open question, and I just don't know.柴玲说他离开广场不合适，因为他是广场总指挥。我急得直冒火，让他马上去找别的学生头头，有一个算一个。又等了好久，不见回音。我对侯子健说：“不能等了，咱们赶紧走吧。”然后几位学生纠察队员和医生送护卫着我们，小心翼翼地下了台阶，因为台阶上还坐着好多学生。然后就往人大会堂的方向跑，跑到一半，学生和小宋让我们停住，说太危险了。他们过去找那辆停在人大会堂附近的救护车，然后再找2件医生穿的白大褂，让我们装成红十字会的医生，这样会比较安全。过一会儿他们跑回来说糟了，车开走了，怎么办？还能怎么办？只能用脚走路了。也是凑巧，正在这时候，一辆白色的中巴中间有一条绿色的横杠开过来，小宋飞跑过去把车给拦住了，恳求司机帮忙。司机倒真是条汉子，让车上的人下来，搭上我们，就问说往什么方向开。我根本就不知道往什么方向开。后来旁边的一个学生说，他们看见金水桥那一带排满了坦克。我就说那就往北开吧。车开到广场最北边的隔离栅栏里边，司机猛一下把车给停住了，对我们回头叫着说不能再开了，当兵的让停车，说再往前开就开枪。事实上确实也开不过去了，因为当时的广场的3边都有半人多高的一个隔离栅栏挡着。我们谢过他开的车，从广场的东北角绕过去，一边挥舞着双手，就这样，一边挥舞双手，一边高喊：“喂，别开枪，我们是来谈判的，我们是侯德健。”这时候是4个人我左边是小宋，右边是侯德健。侯德健右边是一个学生纠察队员，我当时问了他的名字，后来也忘了，到现在也不知道他是谁。
我们4个人走到历史博物馆前面那条马路和长安街的交叉路口的时候，就听到前面当兵的在那儿大喊：“站住，不许再往前走！”一边我就听见哗啦哗啦的声音，我也不知道是什么声音。侯子健说他受过军训，那就是拉枪栓的声音。我当时只觉得一股冷冰冰、阴森森的杀气从黑压压的枪械从里头传过来，简直让我寒彻骨髓。要说不紧张不害怕，那绝对是撒谎。这是我此生此世第一次站在几十支黑洞洞的枪口面前，我但愿也是最后一次。只要哪个当兵的手指头动一动，我们的小命就全都交代了。我们赶紧站住不动，高声大喊：“我们是来谈判的，请你们赶快把你们的指挥官找出来，赶快，越快越好。”过了一会儿，就看见几位军人急匆匆走过来，为首的是一位身体挺健壮的上校，他说他叫季新国，是某团的团政委。我居然还把他的姓名、部队番号51048部队记在了一张纸片上。后来王东帮我查证，这51048部队就是38军的番号，38军336团。他后边还有一位个子稍微矮一点的上校和1、2位中校、少校，身边是一群端着冲锋枪的战士。我跟他们说，你们大概也从广播里听见了，我们已经说服了学生领袖，马上组织撤退。血流的够多了，不能再流血了。无论如何，我们也要想办法避免暴力对抗，避免再出现更大的流血事件。希望你们报告指挥部，给我们留出时间，说服动员同学们尽快撤离。另外，告诉我们从什么方向撤，给我们留出通道。季新国马上表态说，他个人非常欢迎我们的态度，然后让我们在原地站着，千万不要动。他马上回去向指挥部报告，然后他们就急匆匆地跑回去了。正在这时候，大约是4点过10分左右，广场上的所有的灯突然全都熄灭了。我看见一群站在隔离栏杆后边远远看着我们的观众，哗的一下全跑了，一边叫着快跑，要清场了。小宋听了就有点慌，问我怎么办。我握了握他的右手腕，说别慌，没事。这时候一个学生从历史博物馆前边的松树林里跑出来，朝着我们大声喊，让我们快回去。当兵的看见他了，又把枪举了起来。我顾不得许多，高声大骂，快滚，快给我滚回去。一边猛挥着左手做手势，让他赶紧跑回去。那位送我们来的司机可就倒了霉了。我远远的看见一群人上来，把他的车窗砸了个稀巴烂，远远看上去好像他们还扭打了起来。我们就这样站在枪口前边等了大约10几分钟，真比10几个小时还漫长。长安街上坐满了士兵，全副武装，每个人手里还拿着一根1米多长的棍棒。他们气哼哼地把地上的碎玻璃捡起来乱扔。身后广场上突然燃起了几堆大火，后来才知道是学生们把乱七八糟的东西点着了，说怕大兵们偷袭。季新国这一群人总算回来了，他说，我已经向指挥部做了请示，首长欢迎你们的态度。我们来执行戒严任务是为了恢复首都的秩序，平息今晚的反革命暴乱。
政府的通告你们应当早就听见了，已经播放了几个小时，反复动员你们离开广场。我们当然不愿意发生流血冲突。你们几位这种时候来绝食，起了很不好的作用。希望你们能说服学生们和平撤离。时间已经不多了，上级命令我们无论如何在天亮前也要完成清场任务。这一点你们应该能理解。我跟他说，现在不是谈论谁是谁非的时候，我们已经停止绝食了。我们起了什么作用，历史和人民会做出评价。政府的广播根本就没有说明从什么地方撤离，你叫我们怎么撤？基辛国说南边一直留着通道呢，我说我们怎么会知道？这些都不谈了，现在既然你们同意和平撤离，我们的立场是一致的，希望我们密切配合，完成这个使命。我们约定保持联络，随时通报情况，然后我们4个人就赶快往回跑。等到我们快跑到纪念碑前面的时候，听见学生的广播喇叭里传出柴玲的声音，同意撤离的喊同意，不同意的喊不同意，少数服从多数，现在就开始表决。我当时骂出声来了，都什么时候了，怎么还表决个没完？事后回想起来，我才发现当时骂的完，这简直没有道理。实际上这是个最好的办法，因为哪边的喊声大，只有纪念碑上面的人判断得出来，底下的人谁都没法做判断。那这就好办多了，那就等于说是他们就说是同意撤的声音大。就这样，总算是经过民主表决，大家都同意撤离。我们4个人挤上纪念碑的平台，找到刘晓波和高鑫，说明了情况，又把谈判结果告诉了柴玲，然后去广播站第2次发表广播讲话。我把谈判的情况通报过后，告诉学生们可以从广场东南角撤离，已经和部队达成了协议，在东南角留下了通道。接着我说，不同意撤退的同学，你们可以保留自己的意见，但是行动上要服从多数，少数服从多数，这是民主制的基本原则。我们争取民主，应当首先从我们自身做起。我呼吁同学们一定要始终保持理性冷静的态度，坚持非暴力原则，在任何危急的情况下都能够坚持我们的原则，这才是我们成熟的表现。小波和德健也讲了话，侯德健特别强调，我们一定最后撤，只要广场上还留下1个同学，我们4个人也不会走。我马上接过话筒说，我完全赞成德健的意见，我们肯定会最后1个走，同学们务必不要抱有任何幻想。部队的谈判代表讲得很清楚，上级已经下达了死命令，无论如何不惜代价也要在天亮前完成清场。请同学们充分认识到这个事实的严重性，不要存有任何不切实际的幻想。我指的是好多学生认为，只要他们坐着不动，等着部队来把他们拖走，不以暴力对抗，当兵的也不能把他们怎么样。他们是低估了当时双方的冲动、对立和敌意，也高估了军队对付国内事件的能力。军队不同于警察，他们只会动枪，没有受过对付人民抗议的任何其他的训练。更重要的是，我前面说过了，士兵敢死队手里有很多的枪，只要一开枪，那就不分青红皂白，一定是血流成河。我和侯德健来不及多说，撇下小波和高鑫，就又往广场北边跑。我们想去争取时间，当时根本就没法断定学生和在场的那些半疯狂的市民们会不会同意撤退。我们需要有更多的时间去做劝说工作。
我平常不时的练练长跑，隔几天跑个5000米、10000米，所以虽说没吃东西，来回跑这么几步还不算回事。侯德健可就不行了，他来绝食前吃的就少，又没怎么睡觉。我真奇怪他怎么能老不睡觉，睡不着你闭目养神也好啊。可他不是聊天就是弹吉他、唱歌、谱曲，跑了这么2趟，他已经上气不接下气了。我只好在前边拉着他的胳膊，就这么也快把他跑死了。我真怕他累死在半路上。不管他是怎么个死法，是让大兵打死还是累死，我肯定都会终生内疚不已。第2次见季兴国没费什么事儿，我们告诉他正在说服动员，至于到底能不能成功，目前还没把握。已经有部分同学同意撤，可还有一部分不同意，还要继续做工作。我要求他告诉指挥部推迟行动时间，给我们留点余地。他看了看表，又望望东边的天空。东边天空已经隐隐约约有点蒙蒙亮了。这个时候大概是凌晨4点40分左右。他很为难地说：“不行啊，军令如山，部队执行命令是不能讲条件的。天亮前一定得清场，时间紧迫，部队马上就要采取行动。”他让我们赶快回去，尽最大努力说服同学。他说：“要是你们能说服同学和平撤离，你们就是为人民立了一大功。”我当时心想，老子们早就立了8个大功了。侯德健向他提出了抗议，他说有学生告诉他，部队往纪念碑西南角的人群里扔催泪瓦斯。学生们很愤慨，他说既然我们已经达成了协议，你们就应该严格遵守，不应当采取敌对行动。这么做肯定会激怒学生和士兵，增加我们工作的难度。他要求季兴国报告指挥部停止这种行为。季兴国说那是别的部队，他们也不清楚是怎么回事。想必就是那支所谓捣毁高自联指挥部的200人突击队干的好事儿。最后他好心规劝我们，如果学生不听话，我们4个人应该先撤出去，否则的话很难保证你们的生命安全。我们表示感谢，说谢谢您的好意，不过我们已经宣布，只要广场上还留下1个学生，我们也不会走。我们是一定要履行诺言的。和他握手道别之后，我们扭头就拼命往回跑。在整个谈判过程当中，医生小宋一直帮我提着我的生活用品，陪伴着我。这小伙子真是好样的。跑到半路，侯德健实在跑不动，我只好放慢脚步陪他走了一段。当时正是黎明前最黑暗的一段时间，广场上的灯又都灭了，黑乎乎的，什么也看不清。一路上帐篷里已经全空了，我们跑到纪念碑的东侧，看见学生们已经排成队，打着旗，喊着口号，从东南角缓缓地撤出。广播喇叭里还在放着国际歌，共产党的党歌，比平时听来更觉得悲壮。我们正要沿着东侧的台阶登上去，不禁大吃一惊，黑暗当中一大堆学生静静地坐在台阶上一动不动，根本就没有跟着撤。我急得快要神经错乱了，赶紧跑上去求神拜佛，又拉又劝，让他们快撤。我已经记不得当时都说了些什么，总之是一个劲儿地说，拜托了拜托了，快起来，想当烈士以后机会多着呢，费了好大事儿才把他们劝了起来。我一个劲儿朝他们拱手道谢，劝他们快走。中国的事儿就是这么，全都是颠倒着办的，居然倒要由我来向他们道谢。
我和侯德健登上纪念碑的第一层台阶，正要接着往纪念碑上层跑，小宋一把拉住了我。我抬头一看，差点没撞到枪口上。原来就在我们又拉又劝的这会儿功夫，黑压压的一大群士兵已经登上了纪念碑上层的平台，正在往下驱赶走得慢的学生。我面前那个士兵摆动着冲锋枪，就要往我身上砸。小宋穿着医生的白大褂，赶紧上去解释说，我们是谈判代表，和部队已经达成了协议，指挥部已经同意我们和平撤离了。还好这位当兵的还算讲理只是不许我们再往上走。这时候我看见一排排荷枪实弹、杀气腾腾的士兵已经站在我们身前，封锁了台阶。忽然我听到响起噼噼啪啪的一阵冲锋枪声，我猛抬头看见当兵的有的对天鸣枪，有的端着冲锋枪朝着架在纪念碑东南角的广播喇叭猛射，子弹打着纪念碑上的花岗岩，火星乱蹦，打了好一阵才把广播喇叭打哑了，也就是说把国际歌打哑了。国际歌是共产党的党歌这是不是可以证明学生运动根本就没有反党反社会主义？